大家好，今天来看一下这个新的内容，人脸基础模型。这个效果呢，就是一张头像，然后可以生成不同风格的其他的这种图片。这个我看了一下，效果确实不错啊。之前在评论区有人想要，所以就给大家推荐一下。这个下面这些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看啊。咱们还是来看这个是它的压缩包，一个整合包，大概6.75G，这个大家下载一下，然后打开就行了。这边有个启动。这个在第一次打开的时候需要下载一些必要的文件，所以这个大家需要耐心等待一下，直到我们看到下面出现这个地址，这个就证明已经可以启动了，把它打开就行了。这个是它的使用界面，比较简洁，没有什么太多可说的，给大家看看效果就行了。这个有个高级选项，这些也比较简单，然后唯一需要我们调整的可能就是这个，就是每次生成的图片的这种数量，默认是2个，但是我们拉多一些，拉成4个。这边你上传你的图片就可以了。比如说我们随便找一个图来提交一下，这个项目的运行速度是非常的快的，这边它在运行非常的快。好，我们来看看这个生成的头像，大家看这个效果跟这个人几乎是一模一样，没有什么区别，所以这个效果确实非常的棒。它这个眼睛也是闭着的，它这边给自己加了个眼睛，整体的效果确实非常的出色。我们可以再来一下。大家看看，这回的效果也非常的不错，这张图像不错。我们这个其他的大家自己选自己喜欢的这个头像就可以了，然后点提交就行了，大家自己下载一下去试用一下就行了。这个人脸的基础模型就这个项目，它这个安装方法确实是比较容易，大家看只有这么几步。所以说，我们就着今天这个机会吧，给大家说一下自己怎么去装这个项目。这样的话，你可以自己在机器上装，不用去下载我的整合包了。大家可以跟着我的步骤，然后来做一下。它这边这个项目的安装方法，它使用了这么一个东西，我们把它复制下来。然后呢，大家打开你的浏览器，然后你来搜一下这个 Conda，然后这个下面呢有一个 Mini Conda，这边大家可以自己来下载。大家自己下载好之后呢，在自己的机器上做一个安装。我是把它装到了这个 D 盘里。另外呢，需要装一个 Python，我们来搜一下这个 Python，这边有一个下载，点这个下载，它的最新版本是3.12，这个我们推荐大家下载3.10，3.10这个版本相对来说它的稳定性更好，这个是我们需要的一个版本。我们下载一个3.10，那么下面可以找到这个3.10的版本，这边根据你的系统下载，大部分情况来说应该是下载这个。安装方法的话，网上有很多的这种教程，这个我就不去给大家详细讲了，大家下载下来之后自己装一下。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的安装。然后我们进行安装的第一步需要下载它的库文件。那么在这个地方点那个代码，这边有一个下载压缩包，这是我们下载下来的库文件，把它解压到当前文件夹。然后呢，我们在这个地方点一下，输入 cmd，然后回车键打开这个窗口。如果你之前装那个 Python 啊，还有那个 Conda 装对的话，那么这边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，比如这个Conda，然后打一个杠 v。这样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Conda 的版本出现这个字母呢，那说明我们这个安装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然后呢，我们可以进行下一步，这个命令，这个命令的意思呢，就是我们通过这个 Conda 这个东西创建一个虚拟环境，然后这个虚拟环境的名字呢就叫后面这个玩意儿啊，然后它需要的版本号呢是3.10。好，这样我们命令我们需要稍微做一点点修改，我们把这个命令改成什么呢？我们先把它删掉，把命令改成这个，把它改成杠 P。大家看这个文件夹，这边的文件夹，然后这个杠 P 呢，那么就是指定这个虚拟环境的名字叫 env， 它的路径呢就在我这个当前这个文件夹之下。我消一下回车，现在呢就开始创建这个虚拟环境，这边先点 Y， 先让它运行。所谓的虚拟环境呢，就是我们把这个程序它运行所需要的一系列的这个条件，统一放到我们这个 env 这个文件夹之下。这样是运行完毕了，我们看一下，所有的安装全部正确，没有问题。那么我们第一步呢就做完了，接下来我们启动这个虚拟环境，我们把这个名字改一下，那改成 env， 这样的话就是启动这个 env 这个环境的意思。回车，我们在前面需要加一个点，然后再加一个斜杠，这样的话是代表我们本地文件夹之下的这个 env 这个文件夹，那这就是我们刚才创建的虚拟环境。然后呢，我们接着来做下面一步，安装这个需求这个文件，这个里面呢放着我们这个程序运行所有需要的依赖，这个文件夹里一般都会有一个这个文件。
运行它给我们的这个命令，然后点一下回车键，这样它就开始安装了。这个我们稍等一下就行了。现在呢，我这边装完了。当大家看到这个下面出了这么一大串东西，就代表你这边已经成功安装了。然后这个上面呢，大家看装了很多这种东西，很多文件啊，非常的多。这个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些必要的文件啊。然后这边装完之后呢，我们可以接着往下走。它告诉我们需要下载模型啊，这个模型呢，它给了我们相应的地址，可以打开看一下。然后我们点这个，这边是我们需要的一些模型。它告诉我们说这个需要4个模型，这个呢是咱们模型的名字，文件的名字。最后这个参数呢，它告诉我们说下载下来的模型我们要放到什么地方？它告诉我们说要放到这个本地文件夹之下的一个 models 文件夹，没有，我们新建一个，建好了，然后呢我们就去下载就行了。然后我这边呢就不去下载了啊，因为我之前这个包里面下载好了，把这2个文件夹啊全部复制过来。好，这边第2步，它告诉我们说需要下载一个包，那么它给了个链接，啊，这个链接包大家自己下载。我们下载下来之后呢，把这个下载下来的文件把它放到这个地址上，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同样的也复制过来。这个呢就是我们所有的模型应该就准备好了。然后我们看第3步，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呢，它需要一个新的识别模型，它给了我们个地址，然后大家照着地址来下载就行了，把它放到这个文件夹里。然后呢，做第4步，把这个文件把它删除掉。因为这2步比较容易啊，所以就留给大家自己做尝试。然后都弄完之后呢，你看一下你的这个模型文件夹的结构是不是这个样子。正常来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可以去打开这个文件，这边有个命令，我们把它复制下来，把这个命令复制过来，然后敲一下回车，拨错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 Python 这个命令它并不在这个文件夹之下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改一下这个命令啊。我们把它改成这个样子，然后我们敲一下回车，这边呢还是拨错了，给我们的信息呢是他说是这个我们的 GPU 没法使用。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 touch 这个到底有没有，看一下这个命令这样的，然后我们看一下在这个 Python 这个环境下，然后我们去导入一下这个 touch， 这边就导入进来了。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touch 的版本，大家照着我这个来打一个命令就可以了。这样的话可以看到这个 touch 的版本，敲一下回车键，大家看到这边是吧？我们的 touch 版本是 2.0.1 加 CPU， 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其实装的是一个 CPU 版本的一个 touch， 显然我们装错了，对吧？我们这边需要的是支持 GPU 的这个版本，所以这个我们需要重新装一下这个 touch 文件。支持 CPU 的 touch 的安装方法有很多，这个呢我们只给大家介绍一种。然后这边有一个网页，这个网页里面就是存放的所有的相关的 touch 文件。那么我们就在这个网页上去手动去下载。我们这边输入一个字母118，那么这个就是我们需要这个CUDA版本118版本的一个对应的一些文件。看一下它这个文件里面，它这个套子是 2.0.1， 我们找一下这个 2.0.1， 因为我们是这个 Python 我们装的是 3.10 的版本，所以我们要找这个310，然后呢找这个 2.1， 那么这个显然就是我们下面这个，我们下载一下下面这个文件，大家点一下把它下载下来。然后呢这边我们来找这个，然后呢这个是在下面这边，它的版本是 0.15.2， 我们来找一下 0.15.2 啊 0.2， 然后呢找到 CP310 在这儿，这个是我们需要下载的。大家把这2个文件下载下来，现在我们就下载好了，把它放到这个文件夹下面，然后呢我们来安装。那么这个命令的话用 pip， 然后我们把这个复制下来，贴到这儿，敲一下回车键，这样就开始安装了。我们需要稍等一下就可以了。这个上面安装完了，然后我们装下面那个。这样我们到这儿呢，这个所有的准备工作啊就做完了，下一步应该就启动了。还是我们刚才这个命令啊，把它复制过来，然后我们来启动。
好，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就启动完毕了，这边出来一个地址，打开就行了。大家看到了，这就是我们一开始给大家整合包的那个界面。这样的话，我们这个大家在自己本地呢，就可以自己去安装，然后自己使用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说的所有的内容。大家拜拜。